迎回到阿主的迷你生活，我是阿主本人。过了1个月，终于又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迷你日常了。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小故事，他是这样说的：有一个人，他的个性非常的钻牛角尖，却说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他不管是画一幅画，或是写一幅字，只要稍微觉得有一点奇怪，他就会立刻毁掉。他不能接受任何一点小瑕疵。他有一个珍藏已久的小茶壶，不定期都会擦拭欣赏一番。但是有一天，他醒来的时候发现，他茶壶的盖子居然不见了。他找了又找，怎么样都找不到。于是他大发雷霆，心里想说：没有了盖子，那这个茶壶一点都不完美了，我也不要了。他把心一横，就把茶壶往庭院内扔出去，眼不见为净。想不到他吃完早饭之后，回头居然在袜子里面找到了失踪茶壶的盖子。他对着他的盖子说：老兄啊老兄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钻到我的袜子里面去玩了？他心里碎碎念地说：只可惜我已经把茶壶本身摔碎了，找到你也没用了，你已经没用了。于是他拿了一只小榔头，一下子就把茶壶的盖子敲得非常的粉碎。甚至他觉得这件事完美的解决了，茶壶碎了，盖子也碎了，那个曾经完美的形象留在他的心中，这样就够了。而这个人的心情虽然有一点小难过，但是他决定还是出门去走走。所以他拿起了他的雨伞跟鱼竿，又往门外走出去，想说要到附近的池塘里面去钓鱼。一走出大门，他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往右边一看，他扔掉的茶壶没有破，而且完整的挂在窗外的矮树丛上面。他非常的崩溃，因为他的盖子已经被敲碎了。这个故事就让人家觉得，因为不完美，所以他努力的要让事情变得完美，却总是有一些意外会出现，让那些他追求的完美还是不完美。我常常在想，完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境界？我们总是汲汲营营的追求着，却也疲惫不堪的不想要面对。那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想要追求完美？想着想着，我找到了一本书，它叫做《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》。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很酷，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达到完美，但是这本书却教我们要怎么样不完美。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，完美主义可能有几种心理的状态。第一个是不安全感，第二个是自卑情结。在自卑情结的部分，他有提到，这样子的人会有2种反应的方式。第一个是因为自己的自卑而极度想要证明自己，希望自己可以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样子。那另外一种人就是会选择封闭自我。这种解说其实有让我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因为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朋友，虽然他的表面总是会让人觉得亲和力不错，能力也蛮好的，但是隐隐约约我总感觉到他有一种微微的自卑感。但是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，因为通常有能力的人好像会让人家觉得他非常的有自信，散发光芒。但是看到这本书之后，我就连结了起来。而自卑情结则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负面的感觉，每一个失误可能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打击，会更让你不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也许你会以为只要够小心就不会犯错了，但这只是虚假的感觉。因为真正的安全感是你必须了解自己并接受你自己。就像是你有10发子弹，打中了5发，自卑情结的人会懊恼为什么5发都没中，根本就没过半啊，这样等于就是不及格。但是当你渐渐获得安全感之后，你的心态就会转变成专注在你有打中的那5发子弹，以及你如何再更精进自己的精确度。那追求完美呢，其实好像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，但刚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，其实为了完美所做出的过度努力，都会让我们的人生更辛苦。第一个是你会产生自我质疑，你会不相信自己的东西是好的、完整的，会总是觉得好像差那么一点，还可以更好，甚至开始因为不够完美而屡次的修改或重来。但是屡次的修改会让你本来要缴交这件事情的截止日越来越近，
但却依然不满意自己的成果。几次下来之后，就会变成觉得自己做不到完美的程度，那我就先放着，等到哪个天时地利人和，感觉可以产出完美作品的时候，再来动手吧。但总是拖着，因为找不到完美的时机点，找不到完美的心情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最后草草完成。当然最后不可能满意自己的成品，那最终我们就会走入一个焦虑的循环里面，想要做好，却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象中的样子，所以你放着，或是不断的修改，开始怀疑自己，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。但是你看到身旁的人一个一个功成名就，也事业有成的时候，你的焦虑感也会越来越重，生活变得开心不起来。那完美主义者到底要如何放过自己？其实我自己本身稍微有一点要求完美，而且我非常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是不是好的样子。虽然有时候会觉得人不可能完美，我也知道，就算有人跟我说我真的不错，但我还是会怀疑自己那是不是只是客套的话。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常常追求别人肯定与认同的人，更知道大家说的其实自我认同才是最重要的，但我还是放不下。我想要跟自己说，也跟你们说，适度的完美主义可以让你的人生更有动力，但是过度追求完美则会阻碍你的人生。这是我最近看完书的体悟。追求完美看似会让事情变得更美好更顺，但你总是过度追求完美，反而会让事情诸事不顺。关于如何放过自己，我找到了另一本书，叫做《松绑你的完美主义》，后面还有很长一串，大家可以去查。那作者有提到，完美主义大致上可以分为 A、B、C 3型。下方资讯栏里面会有作者提供的测试，大家可以去测验看看。那因为我还没有看完这本书，所以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最后我想要跟你们说，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达到完美，而是你有没有相信自己会更好的决心，以及你是否能够打从心底的爱自己。很多人都会说要爱自己，但却很少人会跟你说要如何去爱自己。我之前听过一个 podcast， 我觉得讲得蛮好的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里面给大家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看看。最后我觉得爱自己其实就是不需要委屈自己，你有想法就表达出来，不要过度在乎别人的感受而隐藏你自己。如果你有不想要去赴约的局，你就勇敢拒绝，累了就让自己缓一缓，不需要过度的追求完美，接受你自己最真实的样子。我知道这个很难，真的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来，先专注自己的感受，不要总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，尤其是那些没有那么重要的人。相信几次的练习之后，你会越来越感觉得到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，一点一点的在萌芽茁壮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并且你也觉得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支影片，一起走出世俗的眼光吧。这里是阿主的迷你生活，我是阿主本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喽。